嫂子是临安有名的胭脂虎，一张粉面，雷霆手段，治得哥哥服服帖帖，不敢纳妾。全临安的男人都笑话他惧内。有一天，哥哥牵回一个羞答答的小娘子，抖着声也要护在他身前，对嫂嫂说：“咬娘与我已有肌肤之亲，今日这妾，你点不点头，我都得纳。”嫂嫂却没有再拿那根擀面杖，只是笑着说：“好，我给你纳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嫂嫂是临安最有名的胭脂虎，手持一根擀面杖，哥哥哪里不合他心意就打哪里。不去店铺做生意，他打；不好好跟有本事的人结交，他打；在外面口花花，他更是打。我娘不喜欢他，总觉得他欺负惨了自己的宝贝儿子。可我喜欢。嫂嫂从不教娘教我的那些三从四德，低眉顺眼。背着娘，她会悄悄跟我说：“傻如意，那些女子规训，做样子就好，千万别学进脑子里。挑夫婿，你心里想要什么样的才重要。你若要他有钱有权，没办法，那只能吃点亏，装成他喜欢的样子。可你若只求真心，那便放开脾气来，接受得了，才是你的良人。总之，不管求哪种，都不能信婆婆嘴里的以夫为天，不委屈我们自己，才是最大的道理。”嫂子不比薄追求富贵的女子，但她是只求真心的。哥哥当年外出收租，一眼就被她勾了魂。他那般好样貌，自然是不缺登门求娶的人，其中有些论家资，还富过我家。可嫂嫂就像他说的，放开了脾气耍到最后，只剩哥哥追在他身后。他最后答应哥哥那天，哥哥约他踏青，把我也带上了，想用我肉嘟嘟的脸让嫂子欢喜。那是个顶好的晴天，指着大大的日头，他昂着头对哥哥说：“冯继轩，你听好了，我这里有3条规矩，只要你应了，我就答应嫁给你。你敢是不敢？”哥哥看着他，眼睛里的光比日头还亮，立刻就差把头点断回道：“嘤，莫说3条，就是300条我也应。”他呆子的样，把嫂嫂的脸都羞红了一瞬，可他立马又板起脸数道：“第一，我不嫁20祖，你娘守寡代打你。往后该是我们担起家业，你不准再游手好闲，于生意上要勤勉。第二，我性子急，脾气坏，今日是这样，成了婚也会是这样，你不准拿德荣严公那些规矩来压我。第三，我秦之月绝不跟别人分享丈夫，如果将来无子，那就让你妹妹招赘，而非你纳妾。这3条，我们去祖老跟前立气，若你以后做不到，我随时可以跟你和离，你可愿意？”嫂子既然成了我嫂子，我哥肯定是愿意了的。可我哥这人有个坏毛病，他就爱长得好的。如果那长得好的再在他跟前哭一哭，他的钱袋子就像开了闸，多少都掏出来给人家。妾是没有纳，外头冤大头却做了一大堆。自嫂嫂嫁进来，陪着他，逼着他上进，把家财翻了好几番，那做冤大头的机会也翻了好几番。累得嫂嫂整日举着他那根擀面杖，东边清楼堵，西边画房打，3年里有2年在捉丈夫。每回追到最后，哥哥都求饶般抱住嫂子的腿喊：“好娘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过个眼瘾。我心里除了你，可谁都装不下。”他们小夫妻闹一闹，又亲亲热热，却把我娘难受坏了。她不敢惹嫂子，只敢同我抱怨：“天老爷，我家这是做了什么孽？哪家的媳妇天天追着丈夫打？我们冯家颜面尽失啊！”我把一碗血燕捧到他面前：“娘，快吃，快吃，每天吃饱准你长命100岁，嫂嫂给你买了一大堆呢。”他看着那碗血燕哑了声：“我们从前只是小妇，可吃不上这样的好东西，都是嫂嫂的棍棒，才有了如今的好日子。”有时被念烦了，我便反问他：“娘，我是你闺女，你希望我以后过嫂嫂这样的日子，还是旁人家小媳妇的日子？”她到底是我娘，被我气得喘粗气，也说不出口，想让我变成小媳妇。我以为我们一家摔摔打打，日子就能这么安乐地过下去。可又是一个大晴天，嫂嫂还在教我算账本。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躲在我哥身后，站到了我家的厅堂里。嫂嫂起初是不在意的，她皱着眉，如往常一般问道：“这个又有什么凄惨身世？”“老规矩，如果属实，想回老家，我给10两。”谁知那女子听了嫂子的话，
立时去抓哥哥的手，梨花带雨道：“冯郎，我不走，就算只能在你身边做个洒扫的婢子，我也不要离开你片刻。”这是第一个敢在嫂子面前抓我哥手的。娘小声跟我嘀咕：“完了完了，你哥这只手要被洗秃噜皮了，这女子10两银子也要变5两了。”他跟我都知道，哥哥只敢口花花，真有人往他身上靠，他窜得比猴子还快。可这回哥哥竟回握住了那只手，他开口的声音都是抖的，但他还是直直望着嫂子开口了：“娘子，我敬了你3年，这3年无论外面人怎么笑我，我都知道你是我的好娘子。你发发善心，容了咬娘吧，她把一切都给了我，我是个男人，得护她周全。我发誓，只要你容了这一回，这辈子再没旁人，我就守着你们2个过。”那句他把一切都给了我是什么意思我不懂，可娘一下站起来了，他盯着那个女子的肚子，又紧张又期待地问：“你个孽障，你这是为禀长辈，就让别人有孕了？”他嘴里说着孽障，可面上的高兴掩都掩不住。说完了，才想起不对，偷偷去嫂子的脸色。按往常，嫂子早该暴怒而起，抽出绑在裤腿上的擀面杖就冲我哥招呼过去，可这次他却没有动，他的眼珠子愣愣的，仿佛没听懂哥哥在说什么。我去握他的手，那双手冰凉凉的。哥哥也怕了，可他还是继续说道：“是，他有了我的孩子，所以娘子，无论你点不点头，咬娘我都那定了。”那定了3个字，终于让嫂嫂有了反应，一种在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反应。她没有脑，竟然还笑着说：“添加进口是好事，那就叫个大夫来瞧瞧吧，求个平安。”大厅里所有人都被她搞懵了，娘是最先反应过来的。她欢喜道：“我儿媳妇就是心好，那个叫咬娘的，还不快过来拜见主母？”嫂嫂没有让她拜，只是依旧笑着说：“今日就不拜了，纳妾也要一试，等行礼那天再说吧。”她这一路都在笑。大夫来了，说脉象稳健，母子平安，她在笑。娘说要把最靠近哥哥嫂嫂那处院子给那个咬娘，她还在笑。笑到最后，连哥哥都慌了神，他握着嫂嫂的手往自己脸上打。娘子，你要怨我，你就发泄出来吧，要打要骂都随你，你别这么笑，我心疼。咬娘听了也落泪道：“是我对不起姐姐，冯郎，我还是走吧，我不叫你为难。”她柔弱地捂着肚子，莲花挪步地往门口走，刚走了2步，哥哥就放开嫂嫂的手，追上去拉住她：“胡闹，你一个弱女子，带着身孕能去哪儿？”娘总说嫂子凶巴巴的样子很可怕，我却觉得这般说哭就哭了才吓人。我抬眼去看嫂嫂，她看着他们交握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院子。娘拉着我也走了，她在人前笑得开心，一背了人，立刻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如意啊，你嫂子对你好，你今晚跟你嫂子睡，好好劝劝她。就说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咬娘，我们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只有她一个，至于那一个，了不起就是个生孩子用的妾。”我替嫂嫂委屈，甩开娘的手道：“要劝你去劝，我没那个脸。孩子孩子，你就知道孩子。哥哥是应过的，他不纳妾，他纳了，嫂子就会和离。”娘沉了脸，啪一下打在我背上：“死孩子，和离是能挂在嘴边随便说的。你嫂子走了，谁还能管住你哥？再说你嫂子他爹已经走了，他只剩咱们这个家了，离了你让他去哪儿？”我像不认识一样看着我娘，原来她知道啊，嫂子管哥是越管越好的。她看懂我的表情，叹了口气：“我又不傻，平常除了抱怨2句，我什么时候真跟她立过规矩？可是女子毕竟是女子，丈夫纳妾是没法子的事。3年了，她都未有孕，换谁家都该纳妾了。你劝劝你嫂子，忍了吧。左右一个妾，以后还不是看她的脸色过日子？”我的脑子在打架，我知道是哥哥不对，他背信弃义，忘了那年最初的承诺。可我也不想嫂子走。娘有一点说对了，嫂子没有家了。她当年下定决心成亲，除了被我哥感动，更是想让重病的父亲放心。她很早没有娘，只有一个爹相依为命。她父亲走的时候，哥哥放下手里所有的事，就在她未嫁前的小屋守了嫂子整整3个月。嫂子吃不进去，每一顿他都耐着性子哄嫂子张嘴，一点一点喂进去。嫂子如行尸走肉一般瘫着，
洗漱更衣，全是他一个人照料，连娘都不给插手。他怕嫂子长久不晒太阳，拜了师傅学做素鱼，做得手上一道痕一道痕，只为推他出去走一走。到最后，什么法子都用尽了，嫂子还是不言不语，是他在嫂子耳边哀哀的求：知月，好知月，求你了，你看看我吧。岳父走了，可我还在啊。我这辈子就你一个娘子，你舍得让我孤独终老吗？嫂子被他求动了，被秦伯父带走的魂飘了回来。他终于晓得哭，窝在哥哥怀里，哭得好似天地都抛弃了他。冯继轩，我爹没了，我没有家了，我再也没有家了。哥哥抱着他，比他还悲伤的起誓，天地为证，以后有我冯继轩在的地方，就是秦之月的家。若我往后负他，定叫我众叛亲离，不得好死。那时的誓言那般动人，他们真真切切的恩爱过，难道因为一个咬娘就全都不见了吗？我不信，所以我也要劝嫂子别信。哥哥一定是有苦衷。我在心里拟好了措辞，想去小院找嫂嫂，走到门口，却听见哥哥的声音。他们在月下摆了一桌酒，哥哥低着头，嫂嫂握着他的手，温柔地说：相公，你别怕，这次我不凶你。你老实告诉我，那个咬娘是假的，是你跟朋友打赌领回来气我，是他未婚有孕你同情他，亦或是帮朋友的忙。总之，你没有真的同他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映着月光，嫂嫂的脸上满是柔情，是他对哥哥的信任。哥哥的头却更低了，他哽咽着说：娘子，你要早这么温柔，该多好。我是男人，我也要面子。若不是被人嘲笑剧内喝多了酒，我怎会同咬娘犯下第一次错？可犯了第一次，才知道什么叫温柔乡，我舍不下他了。今夜骗你容易，可骗了你就要送他走。他如今有了我的孩子，他把我当天，我得像个男人。娘子，我跟你作揖，我跟你道歉，你就算用这根擀面杖打断我的腿，我都不还手。可是我求你了，你容下咬娘吧，别跟他们母子为难。你知道的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排第一，我只是分一点点角落给他，我发誓绝不叫他越过你。哥哥不敢抬头看嫂嫂，他弯着腰坐着揖，嘴里全是另一个女人，所以他不知道嫂嫂的脸色有多煞白。所以嫂嫂笑着说好，笑着让他回去照顾孕妇，他逃似的跑掉了。可我留在原地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哥哥走出院子的那一刻，嫂嫂脸上挂满了泪，她像疯子一样跌坐在地上，又哭又笑，然后抚着一棵树，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巴掌。扇完了，她冲着那棵树笑道：爹娘，你们别嫌我没用，为个负心汉哭成这样。3年夫妻情深，爹去后是他把我拉回来的，我总得问清楚了，他有没有苦衷。如今大夫说那个女子真的有孕，冯继轩也亲口承认放不下她。既是如此，这便是我为他落的最后一滴泪。二老在上，这个丈夫我秦之月不要了。嫂子对着那棵树恭恭敬敬地磕头叩首，叩完了，站起身，擦干了眼角最后一滴泪。那是他出生那年他爹娘亲手种下的树，他们成亲时，哥哥和嫂嫂一起移栽回来的，是他爹娘的化身。我被嫂子眼里的认真吓到，转头就想拉哥哥回来认错。可我去到咬娘的院子里，正撞见他们抱在一起。那个咬娘抽抽噎噎地说：冯郎，今日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姐姐定会拿出你说的那根擀面杖，将我们打一顿。我都想好了，要跟你同生共死呢。但他却没动手，也没提你纳妾就要和离。可见旁人说的都是对的，从前是你太惯着姐姐了，现下有了我，姐姐有了顾忌，她不敢再凶你了。说不定你再冷落她几日，她会更乖顺。哥哥舒了一口气，是啊，从前是我太软了，我弱他就强。为了你跟孩子，往后一家之主的威我也得立起来。但是有一点，她毕竟是主母，你要敬着她，你们2个处好了，我在外面打拼才能安心。哥哥要咬娘敬嫂嫂，他连醋都不吃，只低低的笑。你当我跟姐姐一样不懂事吗？我心疼你，只要姐姐能容我，再怎么伏低做小我都愿意。一番话让哥哥用他更紧了道：胡说，谁让你伏低做小？名分上他是妻，可在我心里你们是一样的。若他真敢苛待你，我定会护着你。我站在门外，大概懂了哥哥爱这个咬娘什么。
他爱她柔弱听话，话里话外以她为尊。可懂了之后，我想劝他的心也死了。他没有被人蒙蔽，是他自己选了咬娘，为了咬娘，他以后还要跟嫂嫂吵无数的架。他只记得嫂嫂凶悍，让他没有一家之主的威风，却不记得嫂子第一次打他是为了什么。那时他不善经营，家里的铺子就要倒了，救命的单子正谈到要紧时候，他竟被那些狐朋狗友一忽悠，在花楼宿醉到错过了主顾。嫂嫂打上门的时候，他还憨笑着对嫂子说：“娘子，我就是陪他们喝2杯酒，我没点姑娘。”嫂子从前教训他也只是在房内，那是第一次。他举了擀面杖，在许许多多外人面前，像只母老虎一般，怒吼道：“以后谁敢再叫我相公来这种地方，我怎么打他的，就怎么打你。”那一棒让他成了外人口里的胭脂虎，也让那些狐朋狗友怕得短暂离开了哥哥身边。嫂嫂趁机把哥哥压在铺子里，一点一点教，终于把家里的生意救了回来，还把一间铺子慢慢变成了5间、10间。那时哥哥被嫂子罚跪在祠堂，他不知道打完他的那天，嫂子喝了很多酒，他双眼通红的对我说：“我不是傻的，我也知道在外要给男人留面子，可你哥这个软性子，若再由他胡闹下去，铺子就败光了。我们可以穷，娘十指不沾阳春水了一辈子，难道到老还要再为银钱担忧吗？”嫂子不是天性就爱耍威风，她是被哥哥逼得没办法了。那时的哥哥懂嫂子的苦心，他们依旧是和和美美的一对。可生意越做越大，为了钱在哥哥身边转的朋友又回来了，嫂嫂的棍棒不得已也回来了。我跟嫂嫂以为哥哥还会如那时一样动，却忘了财帛权力越大，人的心就越大。哥哥他到底回不来了，既然回不来，那嫂嫂不要他，便都在情理之中了。我不知道嫂子打算何时走，怎么走，便索性当自己没听过那些话，只是抓紧时间黏在嫂子身边。娘问起劝的怎么样，我就扯谎说嫂子已经想通了。在别人看来，嫂子也的确像是想通了，她开始像一个贤良的寻常妻子。她把那把擀面杖砍断了，就用她院子里那把斧头。娘和哥哥闻声赶去问怎么了，她只把2节棍子扔到一旁说：“这东西以后用不上了，不如砍了烧火。”娘试探地问：“以后不打宣了？”嫂子平静地嗯了一声：“不打了。”她既不愿意，我便不费那个力气了。那一刻，哥哥脸上忍不住闪过高兴和志得意满的神色，他以为嫂嫂开始妥协了。为了试探嫂子妥协到哪一步，他甚至牵着咬娘的手来跟我们同桌吃饭。可娘怕嫂子不开心，做规矩让咬娘先给大家布菜才准吃。嫂子却笑着说：“娘，你糊涂了，她还怀着身孕，夫君含在嘴里都不够，怎好叫她久站？来，就在夫君身边，给咬娘子添张椅子。”这番话让哥哥都愣住了，他下意识放开咬娘的手，不可置信道：“娘子，你这是同意我和咬娘了？”嫂嫂淡定地点点头，可等哥哥想来拉她的手，他却故意错开，舀了一碗汤放到咬娘面前道：“多补补吧，等过2天我就给你们筹备纳妾的仪式，总不好叫孩子没名没分。”咬娘接过汤，乖巧地道谢喝下，桌上一片和睦，哥哥和娘对望着，欣喜而又满意地笑了。只有我记得嫂嫂说过，一个女子如果爱她的丈夫，是做不到贤良大度不吃醋的，只有不爱了，才能成为那些世俗规训里4平8稳不动气的泥塑。自那日后，嫂嫂就只办2件事：第一件教我看账本，第2件替哥哥筹备纳妾礼。她大概是不想再应付哥哥，总让我学到很晚，就睡在她房里。哥哥一来，就笑着说：“如意在这儿睡了，咬娘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你去她院里吧。”就连家里的下人都议论纷纷，说嫂子转了性，要从胭脂虎变成温柔猫了。我以为哥哥会一直糊涂下去，可等嫂嫂真的亲自动手筹备他的纳妾礼，一样一样仔细地吩咐下人采买，甚至给咬娘的院子挂上红绸时，他却有了一丝清醒。那晚他应酬喝多了酒，醉醺醺地来敲嫂子的门，嫂嫂装没听到，他就瘫坐在门外，像个孩子一样喃喃自语：“娘子，今日我又去醉春楼了，你的擀面杖呢？你怎么不拿着它来找我了？”咬娘说：“我把你治住了，你以后都会是温柔的娘子。可我今天喝酒的时候突然好害怕。”我突然想起，
我带咬娘回来这件事，你是不是一次也没打过我？知月，好知月，你开口说话，你只是一时恼我了，不是预备着离开我，对吗？最后一句话，他问得很轻，里面盛满了害怕，仿佛只要嫂子说是，他就不再那咬娘一样。嫂子这才打开门，居高临下的看他一眼道：“你喝醉意正了，别胡思乱想，去睡吧。”见门开了，哥哥好似看见了曙光，他抱住嫂子的双腿，用力一扯，唇就压向了嫂子。我站在嫂子身后，正打算出声说我还在，嫂子把脸一偏避过去，正拖出一只脚，一下就把他踹了出去。外面寒风瑟瑟，嫂子沉声对我说：“太冷了，叫人送他回隔壁院子吧。”我亲自把醉鬼哥哥送了过去，看见咬娘亮起灯，温汤暖被的伺候，心想这样也好，他困住哥哥，哥哥就没空来烦嫂子了。可哥哥自己叫停了纳妾礼，说要等到孩子生了再说。娘急得嘴上燎泡，说他大孙子不能没名分，哥哥却铁了心不同意。他问娘：“你还记得婚前我跟娘子签的那份契书吗？”嫂嫂太平静了，平静的让他害怕，平静的让他终于想起了那张誓言。娘也愣了一下，却很快摇头：“不会的，那都是婚前拿来吓人的，咱家没有对不起他。哪有女子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为了夫君纳妾就和离，传出去都叫人笑话。娘是规训下的女子，这么多年，她始终不曾真正理解嫂嫂那样的女子。等娘走了，我才问哥哥：哥，既然你记得当初的誓言，为什么还会有咬娘？”他摸摸我的头，苦笑了一下：“你还小，你不懂，人都是得陇望蜀的，但你放心，你嫂嫂在我这里永远最重要。”他还是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他称那是人之本性。我知道嫂嫂为什么这么用心办纳妾礼，也知道哥哥为什么突然不敢办。大招的女子要脱离婚姻并不容易，和离比休妻更是难百倍。如果不是嫂子婚前让哥哥签了那纸契约，纳妾这种事告到哪个衙门也不会判和离。可就算是那份契书，当初签的也并不容易。我们冯家的宗族觉得丢人不同意，是哥哥死皮赖脸又花钱又求人才签下的。当时嫂子的爹秦伯父写的是和其他女子有染就和离。有个族老觉得有染这个范围不好界定，为了挣回点面子，硬是要改成纳妾就和离。那时的哥哥心很诚，秦伯父很满意，便同意了这点改动。可原来人的诚会变，当时一点改动，如今需要哥哥实实在在纳了妾，嫂子才能光明正大的走。在这个哥哥快要猜出嫂嫂真正意图的当口，是咬娘帮了嫂子一把。那晚哥哥坚持要宿在嫂嫂房里，嫂嫂用我做借口也行不通。正拉扯着，咬娘院里的丫鬟慌慌张张来报：“不好了，娘子吃了少夫人院里的点心，现下腹痛难忍，郎君你快过去看看吧。”那是咬娘自己带进来的小丫鬟，叫小福。她边说边气愤地看向嫂嫂，眉眼间的意思很清楚，暗示是嫂嫂动了手脚。我待要上前理论，嫂嫂拉住我，淡淡道：“冯继轩，既然是孩子出了事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。”到咬娘院子的时候，娘已经在了。咬娘虚弱地躺在床上，我原本以为她是装的，看着又不像。房间里站的是家里惯用的大夫，老先生摸着胡须道：“是吃了不洁的东西，量再大一点，孩子就危险了。怀孕初期，你们还是要注意。”那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，不会帮忙咬娘做局。他知道宅院阴司多，开完药就走了。娘立的规矩，咬娘哪怕怀孕，每5日必须去给嫂子请安，点心的确是在嫂嫂院里吃的。如果孩子没什么事，大家还会怀疑是咬娘使计谋。可按大夫的话，咬娘就算想陷害嫂子，这样也太过冒险。娘犹豫地说：“那份点心。”刚起了话头，她自己又赶紧摇头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儿媳妇不是这种人。”小福还在愤愤不平地控诉：“可不是少夫人，又是哪个？我们娘子除了那份点心，其他旁的都没入口，总不能是凭空吃坏东西吧？今日纳妾礼也不办了，说到底还是容不下我们娘子。”他跟咬娘都以为不办纳妾礼是嫂嫂的主意，哥哥却有些激动地看向嫂子：“娘子，是你吗？”他的眼神里没有责备，甚至有些期待嫂嫂回答似的。嫂嫂看了他很久，久到好像不曾认识他，最后突然恼羞成怒地说：“是我，
她敢跟我抢丈夫，就该想到今天这个下场。你真以为我想办纳妾礼？我不过是先稳住她而已。怎么，你还想为这种事休了我吗？她干脆地承认，连咬娘都被这个回答惊到了。小福反应却极快，立刻就跪下哭诉道：郎君，您听见了，就是少夫人干的。可怜我们娘子孤身一人随您回府，您是她唯一的依傍，您得给她做主啊！这样狠毒的妇人，何该休了才能保和府平安？她哭嚎的凄情上面，满以为哥哥会对嫂子大动干戈，却没想哥哥一脚先踹在了她身上。她狠了脸色道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叫我休妻？我娘子不过是在意我说的气话，谁给你的胆子顺杆爬？那副狠厉的样子，叫咬娘清楚，哥哥比起担心她，更欢喜嫂嫂还愿意为他吃醋，愿意为他对付旁的女子。不愧是能从嫂嫂那里把哥哥抢走一些的人。咬娘立刻反应过来，虚弱地喝道：小福，还不住口！这定是厨房里的人不当心，怎能怪姐姐？冯郎，你别恼，我给姐姐道歉。要失去孩子的分明是他，他还能做小福弟弟给嫂子道歉？那副可怜的样子，让哥哥又想起了他的好。他左边看看舍不得，右边看看又疼惜，眼睛一闭道：娘子，咬娘到底受了委屈，那妾礼就继续办吧。这次不用你操心，让管家去。我的哥哥刚从失去嫂嫂的恐慌中挣脱出来，立刻又做起了齐人之福的美梦。可但凡他冷静一点，就会发现嫂嫂承认时，咬娘是心虚的；但凡他多忆起从前的嫂嫂一些，就会知道嫂嫂从不与那些女子为难，她只打哥哥而已。嫂嫂不过看穿了哥哥的害怕，顺水推舟的承认，让他敢接着纳妾而已。那一场闹剧让娘怕了嫂嫂，她难得拿起做婆婆的威风，罚嫂子在小院闭门思过。哥哥以为嫂子还是从前那个会为他善妒的嫂嫂，安了心想继续拿捏她。嫂嫂的院子一下就安静下来，只剩我风雨无阻的去跟她学礼账。她教得很用心，好似要把5年10年想教的东西一下都教给我。偶尔她会摸着我的头说，我们如意是个好姑娘，万一哪天你哥哥不成器，你得撑起这个家，给娘一个安稳的晚年。我低了头问她，你不讨厌娘吗？她帮着哥哥纳妾，还有我也是哥哥的妹妹。嫂嫂摇摇头，不讨厌，跟我有约定的又不是娘。这3年她没亏待过我，冷了操心我穿衣，饿了操心我吃饭。就算家里最困难那年，她省了自己的冬衣，都没省我月事痛那碗红糖水。娘她只是跟我不同而已。说着，她又戳戳我的脸，至于我们如意，跟娘吵架也要护着我，这么可爱的小姑娘，谁能讨厌你呢？她脸上在笑着，我却知道这是慢慢在同我们告别。我想装我不知道的，可眼泪忍不住就下来了。我抱着她说，嫂子，你以后要好好的，就算去了别的地方，也要过得比谁都好。嫂子吃惊地看着我，很快又释然道，我们如意就是聪明，知道嫂子想干什么。嫂子谢谢你，没有把你想到的告诉你哥。说开了，我就做了一件一直想做的事，摸着嫂子的心口问，嫂子，咬娘来的那天，你这里疼吗？她淡淡道，疼啊，疼得快死了。我认识你哥哥的时候，他是个好人，否则我又不是脑子不好，3年来对他，对这个家死心塌地。我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爱过他，我信他也这么爱过我。哪怕到了今日，我真的说他敢纳妾我就和离，他纠结之下一定会把咬娘送走。如果换做旁的女子，恐怕觉得丈夫到底还念着自己，日子也就这么过下去了。可我见过真正的死生契阔是怎样的，我娘虽走得早，我爹却没有一日不爱她。爹临去前跟我说，如果有一天你哥负了我，不要去想他曾经对我有多好，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负我那刻起，他就会一直负下去。若舍不得从前，只会把以后也搭进去。他让我答应他，绝不做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糊涂女子。你哥放不下我是真，对咬娘舍不得也是真。日子这么长，我不要一日日去算以后咬娘的分量会不会超过我，那样太可怜了。真的爱我，不会舍得我受这种煎熬。想通这些，心也就不疼了。如意，你也要记好，以后遇人要么不求爱，求了就求全部。
不要在跟别的女子的比较里消磨自己，放弃不值得的人，总有真正值得的在等你。那是嫂子教我的最后一个道理。日子如流水一样，很快就到了哥哥要纳妾那天。咬娘把哥哥哄得很好，宴席的规模不算小，哥哥那些朋友都来了。他们像看稀奇一样，看着嫂嫂端坐在大厅里，既不吵也不闹地喝下咬娘递的茶，起哄地架在哥哥身边说：“冯兄，恭喜你夫刚得正，这么一看，嫂夫人真得被你调教出来了啊。”哥哥被恭维得红光满面，得意地道：“我夫人自然贤良，可不准再传她是胭脂虎了。以后我家就全是和和美美的好日子了。”他喝了很多酒，喝醉了就来嫂子身边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娘子，解酒汤呢？你从前总为我熬的那种。”嫂子深深地看着他，如看这辈子最后一眼，然后随手拿起一碗汤道：“喝吧，喝完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冯继轩，一别两宽，往后我们各生欢喜。”哥哥再也没喝到嫂嫂亲手熬的汤，也没见上他最后一面。他酒醒后，迎接他的是人去楼空的小院，就连那棵嫂嫂父母种下的树，也在我的掩护之下被移走了。起初他觉得嫂嫂还在同他耍小性子，可等他跑遍家里的铺子、嫂子未嫁前的小屋和全利安的客栈，他终于慌了。他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，问每一个路过的人有没有见过他娘子。娘也急了，让我带着家里的下人一起找。我只摇摇头，不用白费力气了，嫂子不会回来了。哥哥像吃人一样盯着我：“你胡说，他不久前还为了我给咬娘下药，他这么爱我，怎么舍得离开我？”咬娘此时立在一旁，恨不得自己不存在。我冷冷地看他：“你自己说，那药是你自己下的，还是我嫂子下的？”他还要狡辩，我让人捆了小福下去打，他才哭求道：“是我下的。”相公突然说不办纳妾礼，我以为是姐姐让的。我只是拼一把，想挑拨他们的关系，给自己求一份保障。求你们别打了，小福还是个孩子，他就是心疼我，他什么也不懂。嫂子说人的感情都是相互的，小福既然那么维护咬娘，咬娘必定也在意他。其实查真相对嫂子来说很容易，她当时只是不在乎了。这个答案让哥哥发了疯，他终于意识到，嫂嫂早在他带咬娘回来的第一天，就已经在准备离开他。刺激让他暴躁，他一把把咬娘推倒在地上：“都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！我不要你了，我要我娘子回来。”他还想再把责任推到咬娘身上，可一低头，有血从咬娘的身下流出。娘哭着打了他一巴掌：“已经弄丢了那一个，这一个连同你的孩子，你也不要了吗？”咬娘的孩子还是没有保住。那时他给自己下的药虽然精准控制了用量，可到底让身体虚弱，一个普通的跟头就能让他流产。哥哥迷茫地守在他床前，他只是摇摆懦弱，本性并不冷硬。大夫端出的一盆盆血水，让他的神志逐渐清醒。他看着咬娘，落了泪道：“终究是我两个都对不起，原来没了我娘子，我谁都不想要。”哥哥要把自己喝死的第2个月，嫂子传来了消息。家里的铺子本来就分3份，一份在哥哥名下，一份在娘名下，还有一份在嫂子名下。嫂子说过，等我及笄，就再挪一份到我名下。可惜，等我15岁，她不再是我嫂子了。嫂子把自己那份卖了，据说往后要去外地安家立业。她找了一个族兄，又请了一个状师来办和离的事。当初那份契书，两边的宗族都有留存，衙门里也存了档，不需要嫂子出面，不管哥哥愿不愿意，他们在律法里都不再是夫妻。嫂子留给他的最后一样东西，是他曾为嫂子学做的那把素鱼。素鱼里加了一封信，信不长，只有寥寥数语。那时我问你为什么不买一把素鱼，反而要笨手笨脚的做一把，弄得满手是伤。你笑着说，就是要在我面前受伤，才能让我心疼，把我换回来，让我知道世上还有人像我爹一样爱我。那时的爱是真的，所以我不恨你。冯继轩，往后各自安好。这封信是我求嫂子写的，那到底是我哥，我舍不得他意志消沉。可哥哥却抱着这封信哭了，他吸了眼里最后一丝光道：“秦之月，你真狠，就连恨都不肯留给我。心里没有光的人，只会比从前更颓废。”铺子一间接一间倒闭，直到家里的下人陆续遣散，咬娘也偷了一笔钱带小福逃走。
临走前，他写了长长的信骂哥哥，他说自己本就是为了钱才接近哥哥，没想到哥哥这么没用，难怪嫂子会不要他这种废物。娘一辈子都信奉老来从子，他还想把最后那家老铺卖掉给哥哥东山再起。我发了火，说如果不把那间铺子给我，那就再没我这个女儿。他还要我这个女儿，所以家里最后的家当归了我。我学着嫂嫂那样，一点一点跑生意，情爱太可怕了，还是钱比较实在。5年后，我在另一座大城见到嫂嫂，她看着没怎么长年岁，手里抱着一个小姑娘，嘟着嘴，在跟身后的男人生气。那个男人生得很漂亮，比嫂嫂还漂亮。他拿着一根擀面杖追在嫂嫂后面，边戴围帽边哄嫂子道：娘子，我记住了，下次一定出家门就戴围帽，不便宜其他小娘子看你相公的脸。我真不知道大清早的也会有人给我扔花。你打我2下消消气，女儿都困了，我们带她回家吧。旁边有人调笑道：杨相公又被你家娘子打了。他笑嘻嘻地回：是啊是啊，我娘子在乎我，不然才不管我呢。嫂子骚得赶紧来抢他的擀面杖。姓杨的，我打你都是3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咱俩还是生意对头。成亲后我何时打过你？去内的名声你是没听够吗？他一把抱住嫂子，就是听不够，就是要你管我一辈子。原来见过爱的人，哪怕受过伤，也敢站起来重新出发。嫂嫂她遇见了新欢喜，笑得可真好看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